and then the plans subsequently fail. 为什么有些机器人只示范一次就会，有些却要喂几百万笔资料？史丹佛这场研讨会就在拆这个效率差到底卡在哪儿。这是史丹福 Spring 2026机器人研讨会 NGR 319的一场公开演讲，主题是在机器人学习里善用几何。过去10年，业界几乎把资源全压在资料驱动的机器学习，但纯学习的路线很吃资料，动辄需要海量示范。这位讲者不站队，而是把2条路摆上同一张图，一边是靠 CAD 模型与几何先验的传统派，一边是直接从环境资料学的现代派，探讨现在这个算力与资料成本都在重估的时点，该怎么把两者的长处接起来。先听他点出2条路线最根本的差别。And then the plans subsequently fail. Machine learning on the right side of my chart here overcomes that by learning directly from data in the environment. So that's a huge benefit. 他说纯几何模型的死穴是模型跟真实世界对不上，计划就会失败，而机器学习直接从环境资料学绕过了这个问题。这其实是整个机器人领域这几年集体转向资料驱动的底层理由。与其费力建一个永远不够准的物理模型，不如让资料自己说话。3，但别急住，把这当成学习完胜几何。真正的讯号是，他把反映现实和需要资料拆成2个独立的成本项，集合省资料却容易失真，学习准却很烧资料。这场演讲的价值正是不选边。接住，他用一个叫修多的案例讲几何先验到底多强。Of those objects, and then there's some geometric plan. The power of the model is clear. You only demonstrate once. You only need one piece of data in order to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you have such a powerful geometric prior behind you. 他举只示范一次 You only demonstrate one 当例子，靠已知的 CLD 模型认出物件，再做几何规划，一笔资料就够。这好打脸资料越多越好的直觉。当你手上有够强的先验知识，资料的边际价值会急速下降，一次就够。我把这个现象叫先验折叠，你事先知道的结构越扎实，要现场学的东西就越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讲者不肯弃守几何。在资料昂贵的场景，先验就是最省的资料。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几何，而是先验值多少笔资料。那它到底想解哪个问题？这段讲得很白。That I will not deal with in this talk. I will restrict myself to considering only the question, if we wanted to find something in between these extremes, what would it be? What'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use geometry, something, model? 他刻意收窄范围，不谈极端，只问一件事：如果要在纯几何和纯学习之间找一个中间点，那个点长什么样？怎么最有效地用几何又保住学习的弹性？在中医小品中，你要钱的多，妈净注意选已经重要的角度。这几个技术路线愿意公开讨论怎么混搭，通常代表两边的极限都被摸过了。这里有个没明讲的角度，它不是在做技术折中，而是在重新定义问题。与其问哪种方法赢，他改问几何该摆在学习流程的哪一层。会这样提问的人，通常已经看到单压一边的天花板。把这场拉远看，机器人这波不是几何被学习取代，而是2种知识来源在重新分工。先验负责省资料，学习负责补现实。短期大家盯住谁的示范次数少，长期真正累积下来的是如何把人类已知的结构变成机器少学一点的本钱。与其问哪派会赢，不如问你手上的问题。先验值几笔资料，这集我们把几何与机器学习的分工拆给你听。以上为资讯整理与科普评论，不是投资建议。喜欢这种把演讲拆到底的内容，记得追踪大人物开讲。想看更多大人物的白话拆解，记得订阅。
也可以到 /invest 看整理。